如果人类文学史只允许留下一部戏剧，有一个名字会毫无悬念地出现在最终名单上：哈姆雷特。400多年来，这部作品被搬上舞台的次数，被翻译成的语言种类，被学术界解读的角度，全部位居戏剧史首位。它是莎士比亚4大悲剧中篇幅最长、哲学密度最高的一部，也是全世界每隔几分钟就有一群演员在某处排练的那一部。某种意义上，哈姆雷特已经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面镜子。每个时代的人站在这面镜子前，看到的都是自己。故事出自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之手，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悲剧的巅峰。故事发生的地点却不在英国，而在丹麦王国的宫廷深处，一个亡魂可以显灵冤屈，能够冲破坟墓直接开口说话的世界。丹麦的老国王哈姆雷特突然死了，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在花园午睡时被毒蛇咬伤，不治身亡。葬礼的哀乐还没从城堡上空散尽，不到2个月，老国王的弟弟克劳迪斯就穿上了王袍，同时娶了自己的嫂子，先王的遗孀乔特鲁德。新国王在登基典礼上笑容得体，言辞妥帖，对着满朝文武讲了一番丧事与喜事并举的漂亮话。整个丹麦宫廷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这个安排，毕竟国家需要稳定，王位不能空着，这听上去很合理。但有些事情合理不代表对。年轻的王子哈姆雷特和老国王同名的那位从德国威登堡大学赶回奔丧时，迎接他的是母亲改嫁的婚礼和叔父坐上王座的继承事实。他穿着黑衣站在满殿华服中间，像一道抹不掉的阴影。丧事和喜事并举这句话在他耳朵里大概和刀子差不多。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城堡的守夜卫兵开始报告一件怪事。一连3个午夜，老国王的鬼魂会出现在城垛上，全副武装，面容悲戚，直勾勾地盯着人看，却一言不发。卫兵们吓破了胆，连夜找到了哈姆雷特最信任的朋友霍拉旭。霍拉旭是读书人，不太信鬼神，他亲自去守了一夜，然后亲眼看见了那个身影。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判断，这绝不是幻觉，因为亡魂穿的盔甲和先王当年单挑挪威老王时穿的那套一模一样。霍拉旭决定必须把这件事告诉哈姆雷特。王子听到消息后没有犹豫，入夜他跟着霍拉旭登上城堡高处的城垛。丹麦的冬夜冷得刺骨，海风裹着盐味从海峡方向灌过来，火炬的光在风里忽明忽暗。哈姆雷特站在城墙上等了很久，直到午夜钟响，那个身影出现了。不是模糊的雾团，不是光线造成的错觉，而是一个轮廓清晰的人形，穿着生前的战甲，脸和哈姆雷特记忆中父亲的脸分毫不差。亡魂抬起手示意哈姆雷特单独过去，霍拉旭和卫兵拼命阻拦，哈姆雷特甩开了他们。他说了一句让人脊背发凉的话，他的召唤太强烈了，我死也要跟过去。哈姆雷特独自跟着亡魂走到了城垛另一侧，然后鬼魂开口了。那些话每一句都像重锤砸在哈姆雷特的天灵盖上。他不是被蛇咬死的，那条毒蛇现在就戴着王冠坐在王座上。克劳迪斯趁他午睡时把一种致命的毒汁灌进了他的耳朵，毒液像水银一样迅速侵入全身，夺走了他的生命，也夺走了他临终忏悔的机会。所以他死后灵魂不得安息，每夜在炼狱的火焰中游荡煎熬。我是被自己的亲弟弟谋杀的。亡魂的声音里没有嚎啕，只有比愤怒更深的悲凉。然后亡魂给哈姆雷特留下了一道遗命，复仇，但附带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叮嘱，不管用什么方式复仇，不要伤害你的母亲，把她留给上天和他的良心。哈姆雷特跪在地上，浑身发抖。他让霍拉旭和马塞勒斯发誓，对今晚看到的一切永远守口如瓶。他的声音在颤抖，他的理智在燃烧，但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从这一刻起，那个在威登堡读书、研究哲学和艺术的年轻王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背负着血债的复仇者，
一个。刚刚被碾碎了整个世界观的人，接下来会做什么？谁也不知道。但这座城堡的每一块石头都像是即将崩裂的冰面，而哈姆雷特已经站到了裂缝的正中央。克劳迪斯坐在王座上，心里并不踏实。他搞定了王位，搞定了王后，搞定了朝中大部分大臣，但搞不定哈姆雷特那双眼睛。那是一种什么眼神呢？不是单纯的悲伤，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让你觉得他好像知道点什么。一个心虚的人最怕的就是这种眼神。克劳迪斯开始在哈姆雷特身边布下眼线，宫里每一个靠近王子的人都有可能是国王的耳朵，而哈姆雷特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做了一件事，疯了。不是突然发作的那种疯，而是一点一点渗透出来的那种疯。衣爪开始不整，说话开始前言不搭后语，在走廊里自言自语，看人的眼神忽而空洞，忽而锐利。宫里的人开始交头接耳，王子是不是受不了丧父和母亲改嫁的双重打击，精神垮了？消息传到了御前大臣波罗涅斯耳朵里。这位老臣是个典型的职场老手，忠诚是真忠诚，但自以为是也是真的自以为是。他观察了哈姆雷特几天，做出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判断：王子害的是相思病，病因是他女儿奥菲利亚。原来在此之前，哈姆雷特确实对奥菲利亚表示过好感，但波罗涅斯当时给女儿下了死命令：王子和你的身份不匹配，不要回应他。现在看到王子疯了，波洛涅斯的逻辑链自动完成闭环，被拒绝受打击，精神失常，完美。他兴冲冲地跑去找国王王后，把自己的推理当成重大情报汇报了一遍。为了证明自己判断正确，他甚至安排女儿去和哈姆雷特偶遇，自己则和克劳迪斯躲在暗处偷听观察。哈姆雷特看到奥菲利亚走过来，表情变了。他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你为什么不进尼姑庵？为什么要在世上繁衍罪人？我这人还算正派，但光是我身上的毛病就够多了，何必再生一群出来？那些话又刻薄又混乱，奥菲利亚听得心都碎了。他在心里认定这个男人真的疯了，但克劳迪斯藏在暗处听完，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凝重。他的判断和波洛涅斯完全不同。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不像疯话，这疯话里头藏着东西。这个人有问题。一计不成，克劳迪斯又生一计。他派人快马加鞭，把哈姆雷特在威登堡大学的两个老同学召进宫里，罗森格兰兹和基尔登斯吞。名义上是来探望老朋友，实际上是来当探子。两位旧友见到哈姆雷特，寒暄的热络又尴尬，但哈姆雷特几乎在几句话之内就嗅出了不对劲。他不动声色地和两人周旋，疯话里夹着讥讽，玩笑里藏着试探。几轮对话下来，两个老同学的心思被他摸得一清二楚。他当着他们的面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人类在我眼里不过是泥土捏出来的东西，你们来这儿不是为了看我。罗森格兰兹和杰尔登斯吞面面相觑，被噎得说不出话。就这样，哈姆雷特在满宫的眼线包围中守住了自己的秘密。宫廷上下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他疯了，连他母亲乔特鲁德也开始自责，觉得自己的改嫁把儿子逼上了绝路。但自始至终有一个人不信，克劳迪斯。他不是比别人聪明，而是比别人更害怕。一个手上沾着兄弟鲜血的人，对任何风吹草动都格外敏感。他的疑心像一颗埋在湿土里的种子，暂时没有破土，但根须正在往深处扎。而哈姆雷特在装疯的面具之下，独自承受着谁也没法分担的孤独。他不知道鬼魂的话能不能全信，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下得了手，不知道这场复仇要走到哪一步才算终点。但他知道一件事，光靠鬼魂的证词不够，他需要一个更确凿的证据。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会自己送上门来。一群流浪戏班来到了埃尔西诺。在那个没有监控、没有录音、没有 DNA 鉴定的时代，你怎么证明一个人谋杀了另一个人的真相？尤其当那个凶手现在是国王，而你拿不出任何物证的时候。哈姆雷特想到的办法放在今天来看，堪称天才。
当时有一群流浪演员来到埃尔西诺，在那个年代，巡回戏班是流动的文化盛事，贵族们欢迎他们，平民们追捧他们。哈姆雷特从小看这些戏班的演出长大，对他们的表演风格烂熟于心。他亲自接待了这群演员，安排食宿，然后私下找到班主，提出了一个特殊请求，在原本安排的剧目里加一段戏。这段戏的情节和鬼魂告诉他的谋杀经过一模一样。国王在花园里午睡，他的弟弟悄悄靠近，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子，他把瓶中的液体灌进国王的耳朵，国王抽搐死去，然后弟弟坐上了王座，娶了王后。哈姆雷特给这段戏中戏起了一个名字，捕鼠机。他对班主交代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他让演员们用最逼真的方式呈现那一幕，同时自己全程保持清醒，紧盯克劳迪斯的反应。这场演出的观众不是满朝文武，而是一个人，坐在王座上的那个。演出的消息传遍了宫廷，克劳迪斯不知是故作大方还是骑虎难下，答应了亲自观剧。满朝文武齐聚一堂，王后坐在克劳迪斯身边，哈姆雷特则刻意选了一个能看清国王侧脸的位置坐下。他没有坐在母亲旁边，而是靠在奥菲利亚的脚边，嘴上说着不着边际的疯话，眼睛却一刻没离开过克劳迪斯。戏台上哑剧开场了，一个国王和一个王后亲昵地依偎在一起，王后依偎在国王怀里，表情温柔又忠诚。然后国王躺下入睡，王后离开。另一个男人登场，他环顾四周，确认无人注意，从怀里掏出一小瓶液体，小心翼翼地灌进了熟睡国王的耳朵。国王抽搐了几下不动了。那男人收起瓶子，对着王后重新出现的方向露出微笑。王后回来了，发现丈夫已死，先是悲痛欲绝，但很快就在男人的殷勤和礼物面前松动了表情。最终他牵住了他的手，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准的子弹，而克劳迪斯的座位正在枪口正前方。哈姆雷特在台下低声解说剧情，语气像是在聊家常，内容却像在剜人的肉。这一段叫捕鼠机，他说讲的是一桩发生在维也纳的谋杀，不过名字不重要，反正演的都是戏，谁心里有鬼，谁自然会坐不住。毒杀戏正式开演的那一刻，整个大厅的空气都凝固了。台上的凶手拔开瓶塞，将毒液灌入国王耳中，那个动作缓慢而准确，像一把钥匙插进锁孔，然后锁开了。克劳迪斯猛地站起，他不是慢慢站起来的那种，是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弹起来，跑脚扫翻了手边的酒杯。大厅里的烛光在他的脸上晃了一下，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张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被冒犯，是恐惧，纯粹的本能的来不及经过大脑加工的恐惧。他连一句场面话都没说完整，转身就往外走，大步穿过大厅，推开门，消失在走廊尽头，身后留下一片哗然和骚动。卫兵们不知该跟上去还是该留在原地，大臣们交头接耳。王后乔特鲁德一脸茫然地站起来又坐下，而哈姆雷特坐在原地纹丝不动。这一刻他等了太久了，鬼魂说的每一个字此刻都变成了铁证，那个坐在王座上的人就是凶手，不需要更多的证据，不需要再怀疑，不需要再犹豫。克劳迪斯自己的腿出卖了他自己的心。哈姆雷特让霍拉旭跟紧自己，两个人在散场后交换了一个眼神。霍拉旭也是目击者，他也看到了克劳迪斯失控的全过程。哈姆雷特对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从现在起我再没有一丝怀疑。求证成功的快意像火一样在他胸口烧着，这团火烧掉了缠绕他多日的自我怀疑，但也烧出了一个更重的东西。复仇不再是要不要做，而是什么时候做，而那个答案很快就会以一种让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方式出现。戏中戏结束之后，克劳迪斯的神经彻底崩断了。他一个人跪在城堡的私人祈祷室里，门虚掩着，烛光只照亮了一小片地面。他跪在那里，手攥着胸前的衣襟，肩膀微微发抖。这个刚登基不久的国王此刻看起来不像一个君主，
更像一个在黑暗里试图藏起自己影子的人。他在祷告，在向那个他从未真正信仰过的神明忏悔。他说的话断断续续，大意是我的罪行太重了，重到连天都遮不住，我想忏悔，但我同时拥有从罪行中获得的一切，王冠、王后、权力。一个人怎么可能真心忏悔自己不想放弃的东西？他跪在那里，想哭哭不出来，想求求不完整。那个场景放在任何人身上都称得上可怜，但命运就是在这个时候开了他最残酷的玩笑。哈姆雷特从走廊经过，他刚被王后召去寝宫谈话，路过祈祷室时，透过虚掩的门缝看到了克劳迪斯跪在地上的背影，毫无防备，背对门口，整个后背暴露在剑锋可及的距离之内。一个复仇者梦寐以求的场景就在一步之遥。哈姆雷特的手按上了剑柄，剑刃从鞘中滑出，金属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他往前迈了一步，又一步，可劳迪斯跪在烛光里的影子越来越近，近到哈姆雷特能看见他后颈上的汗珠。他把剑举起来了，然后他把剑收回去了，缓缓的，像是每一寸钢铁都在和他较劲。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个人正在祷告，如果现在杀了他，他的灵魂会洗净罪孽，升入天堂。那叫什么复仇？杀了他的肉体，反而送他的灵魂去了好地方。而我父亲死的时候，哈姆雷特的脑子在飞速运转，他是在午睡中被杀的，来不及做任何祷告，来不及忏悔，灵魂带着所有未清洗的罪去了炼狱。那才是他想要的复仇，不是在肉体上消灭敌人，而是让敌人在作恶的当场下地狱。这个逻辑放在今天来看，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会替哈姆雷特着急，你倒是刺下去啊。但放在那个时代，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心目中，灵魂的去向是比肉身存亡更重大的事。哈姆雷特不是不敢下手，他是觉得这一剑下去反而便宜了仇人。他把剑收回鞘中，转身离开了祈祷室，脚步声在石廊里越来越远。克劳迪斯浑然不知自己刚刚和死神擦肩而过。然而克劳迪斯结束祷告之后，站起来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话语飞升到了天上，但我的念头还留在地上。没有真心的祷告，不过是一堆空话罢了。意思是他刚才的祷告根本没用，他的灵魂还在泥沼里，他的罪恶还挂在身上。他刚才恰好处于哈姆雷特想要的最该被杀的状态。可是哈姆雷特已经走了，他错过了一个绝佳的复仇时机，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太执着于完美复仇的原则。这个错过的后果比哈姆雷特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克劳迪斯从祈祷室出来后，下了一个决心，他已经确认哈姆雷特对他的威胁，不能再让这个人留在丹麦。他连夜起草了一封密信，决定将哈姆雷特送往英国，名义上是公务出使，实际上密信上写的是等他一到立即处死。他不知道哈姆雷特会不会察觉，他只知道这个人多活一天，自己就多一天睡不安稳。而哈姆雷特此时还不知道，他收剑的那个动作已经把自己推向了离开丹麦的航船，推向了更深的未知。他更不知道，在出发之前，他还要去见一个人，他的母亲。那场母子对峙会把整个宫廷拖入一个更不可收拾的深渊。戏中戏的骚动还没完全平息，王后乔特鲁德的召见就到了。传话的侍女语气恭敬，但哈姆雷特听得出这道命令背后是谁的意志。克劳迪斯。国王在祈祷室里跪了半夜，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王后出面，用母子谈话的名义把哈姆雷特叫到寝宫里来。而波洛涅斯这位永远觉得自己不可或缺的御前大臣，在临走前又主动揽了一个差事。他对克劳迪斯说，我去躲在王后寝宫的帷幕后面，听听他们母子说什么。国王点了点头，一个未经任何深思熟虑的偷听计划就这样在走廊里敲定了。波洛涅斯进了寝宫，藏到一面厚重的织锦帷幕后面，帷幕从天花板垂到地面，足够藏下一个成年人。他调整了一下呼吸，竖起耳朵等待。他大概觉得自己在尽忠职守，
在为国王搜集关于王子精神状况的第一手情报。哈姆雷特推门进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和刚才戏中戏时的亢奋完全不同。他已经知道了母亲召见的目的。门在他身后关上的声音像一个密封的盖子扣下来。一开始的对话还算克制，乔特鲁德用母亲的语气开场，说你得罪了你的父亲，他指的是克劳迪斯。哈姆雷特立刻接了一句，母亲，你得罪了我的父亲，他指的是老王。这一句话就把所有体面的伪装撕开了。哈姆雷特不是来和母亲寒暄的。他把乔特鲁德拉到一面镜子前，逼他看自己的脸。他的话像一把刀，一层一层地剥开他的选择。你怎么能从那样一个丈夫滑落到这样一个丈夫？你的眼睛呢？你的判断呢？他把老王和克劳迪斯放在一起比较，一个像天神，一个像烂泥。他说的乔特鲁德连连后退，用手挡住眼睛喊道，别说了，别说了，你把我的心剖成了两半。但哈姆雷特没有停，他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高，手指紧紧扣着母亲的手腕。就在这个情绪最紧绷的节点上，帷幕后面传来了一阵窸窣声。波罗涅斯大概是被哈姆雷特的激烈言辞吓到了，又或者他只是站久了腿麻，挪了一下脚步。总之他发出了声响。哈姆雷特瞬间转头，目光像刀锋一样定在帷幕上。他没有犹豫，没有先问一句谁在那里。他的手比脑子快，拔剑、跨步、挺刺，3个动作一气呵成。剑刃穿过织锦，穿过布料后面那个人的身体，干脆利落。帷幕后面传来一声闷哼，一个人倒了下去。哈姆雷特收回剑，血顺着剑槽往下滴。他盯着帷幕，等待看到克劳迪斯的尸体从后面滚出来。这一刻他大概觉得自己终于做了该做的事。然后波罗涅斯从帷幕后倒了出来，不是克劳迪斯，是这个碎嘴又多事的老臣用生命为自己多管闲事的习惯买了单。血从他的胸口晕开，染红了地上精致的织毯。他的眼睛还睁着，嘴唇翕动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整个寝宫陷入了几秒钟的死寂。乔特鲁德捂着嘴，看看地上的尸体，又看看浑身是血的儿子，眼神里混杂着恐惧和崩溃。哈姆雷特站在原地，剑还握在手里，但手开始微微发抖。他对母亲说的下一句话，语气突然从刚才的暴怒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不是后悔，更像是某种冷到骨子里的清醒。我做了件残忍的事，但和你抛弃死去的丈夫，嫁给杀害他的凶手这件事相比，我这件还不算最残忍的。他把波罗涅斯的尸体拖出寝宫，临走前回头看了母亲一眼，那个眼神里没有胜利，没有痛快，只有一个刚刚杀了无辜者的人，拼命用仇恨和愤怒来压住内心某个正在开裂的地方。消息传到克劳迪斯耳朵里的时候，国王的脸色变了，不是悲痛，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迅速的计算。波罗涅斯死了固然可惜，但这件事给了他一个绝佳的借口。哈姆雷特对宫廷构成了直接威胁，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哈姆雷特送走，而且必须快，赶在任何人心生怜悯之前。他连夜召见了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命令他们护送哈姆雷特前往英国。临行前，他塞给他们一封密封的国书，国书的内容很简单，只写了一件事：英格兰国王，请你在收到此信后立即处死信使。克劳迪斯不知道哈姆雷特在装疯之下到底知道多少，计划多少，但他知道一个道理，在自己亲手制造的烂摊子里，最安全的策略就是让那个最难控制的人永远消失。而哈姆雷特此时正扛着波洛涅斯的尸体走在城堡的走廊里，还不知道这场误杀引发的连锁反应，马上就要把另一个无辜的人拖进深渊。那个人的名字叫奥菲利亚。航船在丹麦海岸线逐渐缩小的那个下午，哈姆雷特站在甲板上，看着埃尔西诺的塔尖一点一点沉入海平线，身边站着的是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3个人一条船，2个方向截然不同的目的地。在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看来，这是一趟护送王子出使英国的体面差事。
他们两个人怀里揣着克劳迪斯亲手交付的国书，那封被火漆封得严严实实的密信，分量轻得像几张纸，内容却重到能要一个人的命。哈姆雷特不知道密信的具体内容，但他不需要知道。他见过这两个旧友被克劳迪斯召进宫的经过，也见过他们在自己面前努力装出来的热情。那种热情底下藏着的东西，他太熟悉了。宫廷里的每一张笑脸都有保质期。船在海上航行了几天，夜里的海风裹着咸湿的水汽灌进船舱，木质船身在浪涌中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哈姆雷特躺在狭窄的铺位上，眼睛在黑暗中睁着。然后他起来了，他摸黑走到两位同伴的舱室，找到那封密封的国书。手指碰到火漆封印的那一刻，他没有犹豫，拆开就什么都清楚了，不拆开就要把自己的命继续交在别人手里。蜂蜡被掰断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脆。密信展开，借着微弱的月光，哈姆雷特读完了克劳迪斯写给英王的那几行字，字很少，意思很明确，杀了他。克劳迪斯甚至连委婉的外交辞令都懒得装饰。这不是什么公务出使，这是一场被包装成外交任务的处决。哈姆雷特把信放下，安静了几秒钟。那几秒钟的安静不是震惊，更像是一种冰凉的了然。他在黑暗里坐下来，铺开一张新的信纸，开始动笔。他的笔迹平稳，措辞精确，一封新的国书很快成型。新信的内容全部改写，核心只有一条：英格兰国王，请你在收到此信后立即处死这两位信使。这大概是整部剧中最能体现哈姆雷特行动力的一场戏。在陆地上的时候，他反复思量，犹豫不决，面对克劳迪斯的后背收回了剑。但在海上，在四面都是海水，退路全断的一艘船上，他的行动精准迅速，毫不拖泥带水。他用克劳迪斯自己的火漆印章重新封好新信，把两封换过的密信放回原处，然后安静地回到自己舱位，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第二天清早，他和两个旧友照常说话，脸上的表情和之前没有任何区别。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浑然不觉，他们怀里揣着的国书已经变成了一份指向自己脖子的判决。他们对这项判决一无所知，继续尽职尽责地执行着护送任务。然后命运又插了一手，船在靠近丹麦海峡的地方遭遇了海盗，几艘快船从晨雾里冲出来，箭矢和钩索同时飞上甲板。混战中，哈姆雷特看准时机，纵身跳上了其中一艘海盗船。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在混乱中，眼睁睁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雾气里，而他们自己和那封被换过的密信一起继续驶向英国。之后发生的事，根据后来传回丹麦的消息可以拼凑出来。海盗们发现跳上船的人质是丹麦王子，没有杀他，而是打算用他换一笔可观的赎金。哈姆雷特趁机说服了海盗头子，把船掉头往丹麦的方向返航。他活下来了，但他踏上丹麦土地的那一刻，心境已经和离开时完全不同。离开时他是一个被押解的囚徒，回来时他是一个死过一次的人。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的背叛彻底浇灭了他对旧日情谊的最后一丝幻想。从这一刻起，他对人性的判断变得更冷更锐利，不再给任何人留有余地。他给霍拉旭写了一封信，让人快马送回埃尔西诺。信上只说了一句话：我回来了。而霍拉旭读到这封信时，整个人从椅子里弹了起来，因为他知道一件哈姆雷特还不知道的事。这段时间里，宫廷已经彻底变天了。在哈姆雷特被送往英国的这段时间里，埃尔西诺的宫廷像是被人从底部抽掉了一块基石，整个结构开始吱吱嘎嘎的倾斜。第一条裂缝来自波洛涅斯的死。这位御前大臣虽然唠叨又自以为是，但他在宫廷里待了几十年，是各种关系网络的中心节点。他死了，国王失去了最忠诚的幕僚，群臣失去了最资深的同僚，而他的儿女失去了一切。
奥菲利亚最先感受到的是大地的塌陷，父亲的尸体被草草掩埋，没有任何符合身份的葬礼仪式。一个御前大臣死得像一条被打死的狗，连像样的悼词都没有。而那个刺出致命一剑的人，是他曾经以为会爱自己的那个男人。更残忍的是，在父亲死后的不到半个月里，奥菲利亚又收到了第3个消息，哈姆雷特在赴英途中遇难了。这个消息是假的，但没有人告诉他真相。3重打击叠在一起，丧父、失爱，以及2个毁灭他的人，一个死一个亡。奥菲利亚的精神开始断裂，不是一下子断的，而是像一根被反复弯折的金属丝，在某个看不见的临界点上悄悄出现了裂纹，然后裂纹迅速扩散。宫女们最先注意到了异常，奥菲利亚开始在走廊里唱一些没有人能听懂的曲子，唱词里混着葬礼的哀歌和情歌的碎片，中间还会夹杂一些让人不知该怎么接的句子。他手里经常拿着各种各样的花，分发给路过的每一个人，给这个人一朵迷迭香，说这是代表回忆的；给那个人一朵3色堇，说这是代表思念的。他唱着歌走过王座厅，走过父亲被刺死的寝宫门口，走过他最后一次和哈姆雷特说话的回廊。宫女们跟在后面，不敢靠近，也不敢离开，眼睁睁看着他把花一朵一朵送完，最后一朵也没有留给自己。王后乔特鲁德不忍心见奥菲利亚，好几次推说身体不适，拒绝接见，但奥菲利亚还是每天出现在宫廷的各个角落，像一个会走路的伤口，提醒着在场所有人，这桩由复仇引发的悲剧正在以一种最残忍的方式蔓延到无辜者身上。然后在一个溪水边，奥菲利亚找到了一棵斜长在水面上的柳树，他爬上了树枝，手里还攥着编到一半的花环。溪水在下面安静地流着，水面倒映着天空和柳枝的影子。没有人知道那一刻他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也许想了太多，多到脑子装不下，干脆就空了。柳枝在体重压力下断裂的声音很轻，轻到没有人听见。奥菲利亚落进溪水的时候，身上的裙子先是浮起来，然后慢慢吸饱了水，一点一点往下沉。据后来发现他的村民描述，他落水之后并没有挣扎，他在水面漂了一段时间，嘴里还哼着歌，裙子像花瓣一样在水面上铺开，直到吸足了水的布料把他拽下去，整个人缓缓沉入水底，安静的没有呼救，没有扑腾，好像这条小溪是他早就选好的归宿。他死了。消息传回宫廷的时候，王后乔特鲁德接过话，亲口向众人叙述了奥菲利亚的死状。他的语气里有悲伤，但那种悲伤掺杂着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他大概是全宫廷里第一个意识到，奥菲利亚的死是这团乱麻上最不该脱落的那根线，而真正被这根线勒紧脖子的是奥菲利亚的哥哥雷欧提斯。雷欧提斯原本在法国，父亲被杀的消息一传到他耳朵里，他立刻放下一切，星夜兼程赶回丹麦。等他站在埃尔西诺的城门下时，等待他的不是欢迎的人群，而是第2个消息，妹妹也死了。双亲尽失，唯一的妹妹死得不明不白。雷欧提斯不是一个善于控制情绪的人，他带着一队追随者直接闯进了王宫，怒目圆睁，浑身沾满了旅途的灰尘和汗渍，剑柄握得发白。他的怒吼震动了整个王座厅。我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我只想知道我的父亲是怎么死的，我的妹妹又是怎么死的。克劳迪斯坐在王座上，面对一个怒火冲天的年轻人，他的表情异常冷静。这不是故作镇定，这是棋手看到一个强大棋子自动走到棋盘正中时的冷静。克劳迪斯看着雷欧提斯通红的脸和颤抖的手，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一个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的计划。他挥退了左右，把雷欧提斯拉到近处，压低声音，开始往他心里浇油。想知道你父亲是谁杀的？哈姆雷特。想知道你妹妹为什么疯？哈姆雷特。想知道这桩桩件件该算在谁头上？同一个名字，
雷欧提斯握剑的手慢慢稳了下来，不是怒气消了，是怒气找到了方向。而克劳迪斯看着这团怒火越烧越旺，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只需要再添最后一把柴，就能让这团火烧向自己最需要它烧向的地方。一把淬过毒的剑正在某个角落里，等着被磨出锋刃。哈姆雷特回到丹麦的时候，迎接他的不是宫廷的倚仗，而是一支送葬的队伍。他在墓地旁撞见了他们，掘墓人正把一具又一具陈年白骨从土坑里铲出来，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骨头和泥土一起被抛到坑外，在阳光下白得刺眼。哈姆雷特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拿起一颗骷髅，问掘墓人这是谁的。掘墓人说了一个他认识的名字，那是他小时候宫廷里的一个弄臣。哈姆雷特捧着那颗骷髅，忽然觉得人世间的尊卑贵贱在泥土底下全成了笑话。然后送葬队伍到了，牧师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寥寥几个抬棺人，棺木简陋的不像样。哈姆雷特远远看见王后乔特鲁德往棺木上撒花，嘴里念着一句话，大意是：我本来要用鲜花铺满你的婚床，没想到他们先铺在了你的坟墓上。哈姆雷特心头一震，这才意识到棺木里躺着的是谁。奥菲利亚。他的身体比脑子先做出反应，他冲了出去，跳进墓坑，站在那口棺材旁边，对着所有人喊出了一句话，大意是：我爱奥菲利亚，4万个兄弟的爱加起来也抵不上我的。站在墓坑边上的雷欧提斯看到哈姆雷特的那一刻，所有压了多日的怒火瞬间喷发，他也跳了下去，2只手死死掐住哈姆雷特的脖子。2个人在墓坑里扭打在一起，脚下就是奥菲利亚还没入土的棺材。满朝文武围在坑边，有人拉架，有人惊叫，有人不知所措。这场面放在任何时代都称得上荒诞。2个本该最悲伤的人，在最不该动手的地方打成了一团。克劳迪斯站在人群后方，一言不发地看着这一切。等到2个人被分开之后，他走上前，用他最擅长的那种温和又威严的语调对雷欧提斯说了一句话：忍耐，我们之前商量的事很快就会有结果。这句话是一个暗号。事实上，在哈姆雷特返回丹麦的消息传到宫廷的第一时间，克劳迪斯就已经把雷欧提斯召到了密室。那天密室里只有他们2个人，烛火把2个人的影子投在石墙上，拉得又长又扭曲。克劳迪斯对雷欧提斯说的话核心只有一句：杀死你父亲的人回来了，你的机会也来了。雷欧提斯当时眼睛里的光，克劳迪斯看得一清二楚，那不是理智的光，是仇恨烧到最旺时发出的白光。克劳迪斯趁热打铁，把这个复仇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铺在了桌面上。计划的核心是比剑。雷欧提斯是宫廷里有名的剑术高手，以他的剑术向哈姆雷特发起挑战，合情合理。但比剑本身只是舞台，真正的杀招藏在2重准备里。第1重，雷欧提斯的剑尖上要涂一种致命的毒药，哪怕只划破一点皮，毒性也能在短时间内蔓延全身。第2重，万一哈姆雷特赢了，克劳迪斯会亲手递上一杯庆功酒，酒里早已融进了另一种毒，毒剑、毒酒，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2种毒药的名字都不需要记，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够了，不管哪一种沾上身，都绝无生还的可能。雷欧提斯听完整个计划，沉默了几秒，然后加了一条自己的提议。他不仅要涂毒药，还要去找一种更烈性的毒，确保哪怕是轻轻一擦，效果也等同于致命一击。克劳迪斯点了点头，2个人对视了一眼，在那间昏暗的密室里把最后的细节敲定。然后克劳迪斯把计划包装成了一个公开的友好姿态，国王为2位年轻人的和解举办一场比剑表演，点到为止，重在娱乐，满朝文武都来观赛。哈姆雷特接到邀请的时候，心里有没有警觉？霍拉旭劝他不要去，他觉得整件事透着不对劲。但哈姆雷特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该来的总会来，躲不过去的。一个人连死都不怕的时候，反而不会去纠结一场比剑是不是陷阱。他去了。
比见当天的王宫大厅被布置得灯火通明，两侧站满了朝臣和贵妇。克劳迪斯坐在高处的王座上，乔特鲁德坐在他身旁，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各自持剑站在大厅中央，面对面行礼。所有人脸上都带着期待的笑容，这种场合看起来就像是宫廷里再寻常不过的午后娱乐，没有人能从这场面上看出任何异常。大厅里的空气温暖而明亮，烛光在镀金的装饰上跳动，人们低声交谈着赔率和剑术风格的优劣。克劳迪斯甚至命人把一整套酒具搬到场边，宣布比赛中的每一轮精彩交锋他都会举杯致意。一场死亡盛宴，餐具已经全部摆好了。比剑在午后最明亮的时刻开始了。裁判宣布规则的声音还在大厅里回响，雷欧提斯已经先动了，他的剑又快又准，剑尖在空气里划出尖锐的呼啸。哈姆雷特横剑格挡，两个人一开局就进入了快节奏的交锋。第一回合哈姆雷特赢了，剑尖精准地点在雷欧提斯的肋侧，力道控制的恰到好处，点到为止的规则下，这一击干净利落。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克劳迪斯在王座上带头鼓掌，然后按事先设计好的剧本，起身拿起酒壶，往一只高脚杯里倒满了酒。他把一颗据说价值连城的珍珠丢进杯中，珍珠在酒液里缓缓下沉，发出轻轻的碰撞声。这杯酒就是为哈姆雷特准备的贺酒。珍珠是真的，但酒里的东西比珍珠致命的多。克劳迪斯把酒杯放在自己手边，等着哈姆雷特赢下一局时递过去。他的表情管理无可挑剔，一个为晚辈的精彩表现真心高兴的长辈，那种微笑的弧度恰到好处。他大概在脑子里已经预演了好几遍接下来的画面。哈姆雷特接过酒杯，仰头一饮，然后毒性发作，一切归于平静，干净体面，没有任何人能看出破绽。但哈姆雷特没有喝，他专注于比剑，对克劳迪斯摆了摆手，大意是先放一放，等我打完这一局。第二回合开始了，剑锋交错的速度比第一轮更快，两个人的脚步在大厅的石板上快速移动，剑身碰撞的声音清脆又密集。几个回合之后，哈姆雷特的剑尖再次准确地点中了雷欧提斯。第二回合依然是哈姆雷特获胜，掌声更响了。朝臣们交换着赞叹的眼神，有人在低声评论哈姆雷特今天的剑术状态好得惊人。雷欧提斯退后一步，喘着粗气，脸上的表情却和输掉比赛的选手完全不同。那不是沮丧，是一种压抑着什么的忍耐。他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毒箭能碰到哈姆雷特哪怕一下。而在这个时候，乔特鲁德站起来了。这位王后从头到尾坐在克劳迪斯身边看比赛，看到儿子连胜2局，脸上的笑意藏都藏不住。他出了一身薄汗。丹麦的夏天虽然不算酷热，但大厅里密集的人群和紧绷的气氛让温度升高了不少。他走到场边，拿起一块手帕，顺手端起了克劳迪斯为哈姆雷特准备的那只高脚杯。克劳迪斯看到了，他的脸色变了。别喝。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喧闹的大厅里还是被乔特鲁德听到了。他转过头看了克劳迪斯一眼，没太在意，大概以为丈夫是在担心自己失仪，或者是觉得酒太烈不适合女性。他没有多想，对着克劳迪斯微微一笑，把手帕递给哈姆雷特，擦了擦额头的汗，然后举起酒杯，说了一句大意是为你的胜利干杯的话，仰头，酒液入喉。克劳迪斯伸出去想拦他的手停在半空中，收了回来。他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没人知道他那一刻心里闪过的是什么，恐惧、懊恼，还是某种冷到了极点的计算。他刚失去了一颗最重要的棋子，而那颗棋子正好是他的棋子。毒药开始在乔特鲁德的体内发作，最先表现出来的是呼吸的变化。他突然大口吸气，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堵住了气管。然后是脸色，血色从他的脸颊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自然的灰白。他的手开始发抖，酒杯从指尖滑落，在地上摔成碎片，
残余的酒液溅了开去。他捂着喉咙，膝盖一软，往地上倒去。侍女们尖叫着围上来，有人扶住了他的头，有人去喊医生。整个大厅的秩序在这一刻被打出了第一道裂痕。乔特鲁德用最后一点力气转头看向哈姆雷特，嘴唇在动，似乎想说什么。他的目光里有恐惧，也有某种在临死前才忽然涌上来的醒悟。那杯酒本来是给他儿子的。他倒下去的那一刻，大厅里的烛光似乎也跟着暗了一层。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惊呼和尖叫声混成一片。克劳迪斯站在混乱的中央，努力维持着表情上的镇定，但他的手指正在王座扶手上不受控制的收紧，指节发白。他精心布置的双重陷阱在最不该出错的地方出了错。毒酒已经要了一个人的命，但那个人不是目标。更糟糕的是，那柄涂了毒的剑还没派上用场。整个笔剑的体面伪装在乔特鲁德倒下的那一刻裂开了第一条肉眼可见的缝隙。王后倒下的身体还没有被抬出大厅，雷欧提斯动手了。他等的就是秩序崩溃的这一瞬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中毒倒地的王后身上，护卫们朝王后聚拢，侍女们哭喊着乱作一团，没人盯着场中央2个持剑的人。雷欧提斯握紧了剑柄，毒液涂过的剑尖在烛光下看不出任何异样，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上面沾着的是什么。他趁乱向前跨了一大步，剑尖直刺哈姆雷特。那一下偷袭来得又快又突然，哈姆雷特的反应已经足够迅速，他侧身闪避，但剑尖还是划破了他前臂的皮肤。一道很浅的口子，浅到当时谁也没有在意。血从伤口渗出来，混在汗水中，顺着小臂往下淌，然后毒性就开始往里钻了。2个人继续缠斗，剑锋交错的速度快到围观的人根本分不清谁的剑在哪儿。混乱中，2把佩剑在一次交击之后意外脱手，各自飞了出去。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同时扑向地上离自己最近的剑，捡起来挥出去，然后他们才发现拿错了。哈姆雷特手里握着的是雷欧提斯的毒剑，雷欧提斯手里握着的是哈姆雷特原本那把干净的剑。这个互换发生的太快太偶然，没有任何人来得及反应。哈姆雷特一剑刺出，剑尖刺穿了雷欧提斯的防线，深深扎进了对方的身体。毒剑上的毒液顺着伤口直接进入雷欧提斯的血液，效果比划破皮肤快了不知道多少倍。雷欧提斯踉跄后退，脸色瞬间变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伤口，又看了看哈姆雷特手里的剑，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是自作自受，死在自己调制的毒药上。他的腿开始发软，身体靠着大厅的石柱往下滑。毒液在他体内的蔓延速度远比哈姆雷特前臂上的那道浅伤要快得多。剧烈的毒性让他的呼吸变得短促而艰难，额头上青筋暴起。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致命的声音从大厅另一侧传来。乔特鲁德被侍女们扶在怀里的王后用尽了全身最后一口气，喊出了3个字。他说：酒有毒。他的声音不大，但穿透了整个大厅的喧哗。哈姆雷特听到母亲的遗言，瞳孔猛地收缩，所有的拼图碎片在这一刻全部拼在了一起。克劳迪斯递来的酒，母亲误饮倒下，雷欧提斯趁乱偷袭。整个陷阱的轮廓在这一刻完整的浮出了水面。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定在了一个人身上。克劳迪斯还站在王座旁边，脸上的镇定终于撑不住了。他的嘴唇在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发出的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音节。哈姆雷特提着那柄沾过毒的血剑朝他走过去，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往两边退开，让出了一条通道。他走到克劳迪斯面前，一剑刺进了对方的身体。毒剑没入血肉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刀切进熟透的水果。然后他看到了手边那只倒在地上的酒壶，里面的毒酒还没洒完。哈姆雷特弯下腰，把酒壶里残余的毒液灌进克劳迪斯嘴里。滚烫的毒酒顺着国王的喉咙灌下去，呛得他剧烈咳嗽，然后咳声越来越弱，最后和呼吸一起停止了。克劳迪斯的身体从王座边上滑落，倒在自己妻子的尸体
几尺之外。两个人相隔不到3步，死在了同一个人的2重陷阱里。雷欧提斯靠在石柱上，生命正在从他的眼睛里流逝。他用最后的力气对哈姆雷特说了一段话，声音沙哑而断续，大意是：我们都是这场阴谋的牺牲品，我原谅你对我父亲做过的事，也请你原谅我。他转过头看了看克劳迪斯的尸体，又加了一句：国王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我们都不过是他棋盘上被推到前排的棋子。说完这句话，雷欧提斯闭上了眼睛，大厅里安静了。所有人站在原地，看着地板上横陈的尸体和蔓延开来的血迹。烛光还在跳，酒壶的碎片还在反光，空气中混杂着铁锈和毒药残留的苦涩气味。哈姆雷特站在4具尸体之间，手中的剑还滴着血，但他的身体已经快要撑不住了。前臂上那道浅伤里的毒液正在往全身扩散，他感觉到自己的体温在一点一点流失，视野边缘已经开始模糊。4具尸体，克劳迪斯、乔特鲁德、雷欧提斯，还有很快就会加入他们的哈姆雷特本人。一场始于亡魂遗言的复仇走到了他的终点。终点站的模样和所有人当初预想的都不一样，没有胜利者，没有正义的宣告，只有一地冰冷的身躯和一个即将合上眼睛的王子。但哈姆雷特还不能合眼，他还有最后一件事没做。大厅里的血腥气浓得化不开，4具尸体横陈在石板上，烛光在穿堂风里摇晃，把地上的影子搅得忽明忽暗。克劳迪斯歪在王座脚边，乔特鲁德倒在散落着花瓣和碎酒杯碎片的地面上，雷欧提斯靠着石柱合了眼。满朝文武挤在大厅四周，有人捂着嘴，有人在发抖，有人还没从刚才几分钟内发生的一切里回过神来。哈姆雷特还站着，但谁都看得出来，他站不了多久了。毒液已经从他前臂的伤口渗进全身，体温正在迅速流失，四肢像灌了铅一样沉。他把身体靠在霍拉旭身上，这个从故事一开始就陪在他身边的朋友，此刻是他在世界上最后一个能托付的人。霍拉旭看着哈姆雷特灰白的脸，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心头一紧的动作，他伸手去拿地上残余的毒酒杯，想陪着朋友一起走。哈姆雷特用仅剩的力气把杯子从他手里打掉了。他对霍拉旭说的话断断续续，但意思很清楚，你不能死，你得活着，你得把这一切告诉世人，告诉所有人这里发生了什么，是谁做了什么，为什么最终会走到这一步。如果真相不传出去，那我死后只会留下一个疯子和杀人犯的恶名，你得替我活下去，把名字洗干净。他说完之后，转过头看向大厅里惶惶不安的群臣，说出了自己最后的遗愿。丹麦需要新的国王，他的声音已经轻得像风吹过的纸叶，但每一个字都落在了在场所有人的耳朵里。他推举挪威王子弗丁布拉斯继承丹麦王位。这大概是哈姆雷特在整场悲剧里做过的最冷静、最务实的一个决定。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完成了2件事，为这场惨剧留下了目击证人和真相记录，同时为濒临权力真空的丹麦找到了一个相对干净的继任者。那个在整部剧里犹豫不决的年轻人，在临死前突然变得异常果断。霍拉旭握着哈姆雷特的手，眼泪砸在他的手背上。他说出了最后一句告别的话，大意是一颗高贵的心碎了。晚安，亲爱的王子，愿天使的歌声伴你安息。哈姆雷特闭上了眼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城堡外面传来了一阵整齐的脚步声和军号声。挪威的军队到了。弗丁布拉斯刚从波兰边境打完一场胜仗，率军途经丹麦回挪威，按照外交惯例派人向丹麦王室致意。他走进王宫大厅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国王的欢迎队列，而是满地的尸体和一群失魂落魄的朝臣。霍拉旭站了出来，他在弗丁布拉斯面前，在全体幸存者面前，把整件事从头讲了一遍。亡魂的现身，戏中戏的试探，祷告式的错过，奥菲利亚的崩溃，毒箭与毒酒的阴谋，以及最后这几分钟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弗丁布拉斯沉默地听完，然后他环顾四周，
看着地上的4具遗体，下了一道命令，把哈姆雷特的遗体按照军人的最高规格抬出去，用礼炮为他送行。4位阵亡的将领都未必能得到这样的哀荣，但弗丁布拉斯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如果他有幸登上王位，他会是当之无愧的君王。挪威王子接管了丹麦的王权，2个王国的命运在这一刻合流，而丹麦宫廷里那些纠缠了数月的猜忌、阴谋、疯癫、爱恨、鲜血，全部随着一批人的死去，变成了史官笔下的一段记录。一场始于个人恩怨的复仇，最终以王朝更迭的方式画上了句号。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没有一个活着走出了这场漩涡。霍拉旭活了下来，他答应了哈姆雷特的事，他会去做，他会把这段故事讲给所有愿意听的人。而他知道，在这间大厅之外，在丹麦之外，在无数个即将到来的世纪里，会有人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讲起这个故事。每一次讲述都会从这个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那么哈姆雷特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悲剧？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本能的把它理解成一部复仇剧。父亲被杀，儿子报仇，恶人伏诛，正义得到伸张。但如果你真的从头到尾看完了整个过程，就会发现这个框架根本套不上去，因为它从头到尾都不是一部关于正义战胜邪恶的爽剧。它的悲剧本质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在荒诞命运里的精神困境。哈姆雷特不是没有行动力的人，在海上篡改密信的时候，他行动的比谁都果断。在戏那场戏里，他心思缜密的像个侦探。他不是做不到做，他是在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做完之后呢？复仇的界限在哪里？正义的代价谁来承担？这就是所谓的哈姆雷特式严当。它从来都不是懦弱的同义词，它是一种罕见的清醒，在一件看似天经地义的事情面前停下脚步，想清楚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知道剑刺下去容易，但刺下去之后的世界他能不能接受？这种思考的负担是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才会背负的重量，而这也是这个故事能跨越400多年，至今仍然击中人心的原因。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句话之所以能穿透时间，不是因为他给出了答案，而是因为他问出了每个人都曾经在深夜里问过自己的那个问题：理性与疯狂之间的那条线到底在哪里？复仇和救赎能不能同时抵达？一个好人能不能在不弄脏手的情况下做成一件正义的事？哈姆雷特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他给的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让每一个人在看完之后自己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答案。克劳迪斯死于毒箭和毒酒，乔特鲁德误饮毒酒身亡，雷欧提斯死在自己亲手淬毒的剑锋下，哈姆雷特完成复仇后毒发死去。挪威王子弗丁布拉斯走进一座遍地尸体的王宫，接手了整个丹麦的王权。我的讲述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你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收获的不只是一段精彩的宫廷复仇记，而是对悲剧背后那份人性重量的理解。你如何看待哈姆雷特的犹豫与严当？是智慧的审慎，还是致命的缺陷？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很想听听你的解读。喜欢本期内容的话，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